爸妈哥，看见没？我考上了，咱们老苏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。这几年我好想你们啊！这是……这是哪儿？我的衣服怎么变了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不行，站不住。娘，你快来看看这姑娘的脸。这眉眼，这鼻子怎么会这么像？会不会就是念念？别胡说，那年我们是遭了难才来这里的，怎么会是咱念念呢？一晃6年过去，也不知道念念现在怎么样了。这镯子，满仓，你看这镯子的纹路。不可能，这镯子是咱家祖传的，独一份啊！先救人，等他醒了，自有分晓。熬粥，不管是不是，这孩子，我都得把他救活。爹，娘，哥，我是不是又在做梦？我又梦见你们了。孩子，你许是病糊涂了，我们不是你爹娘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是啊，他们6年前就没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太想他们，想疯了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了。我爹娘，我哥6年前就都没了。6年前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偏偏是6年。娘留给我的镯子，说是独一份的祖传，他们盯着它做什么？难道认得？娘，水，我冷，烫得吓人，这是烧起来了。满仓，快醒醒，安子发高烧了。我去问问灵车有没有退烧的草药。问谁呀？这一路谁家不是揭不开锅？咱兜里连1文钱都掏不出，拿什么换药？安子，你撑住，可千万别吓娘啊！音色、语气和记忆里分毫不差，就算认错了，就算是梦，我也不想再眼睁睁看着他没了。白天昏过去前，是他把我卷到这儿的，那他能不能送我回去？送我回去，回家，求你了！成了，我只要握着它，心里想着回家，就能回来。退烧药、退烧贴在这儿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我这就回去。我有药。这药1个时辰就退烧，退烧贴能拔热，它冲得过去。这药，这包装，这分明是……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这不该出现在这儿。先别管这些，救人要紧。娘，我这是……退了，真退了。姑娘，这天寒地冻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这救命的药
到底是打哪儿弄来的？你的家到底在哪儿？爹娘是做什么的？你如实跟我们说。我家离这儿很远很远，远到你们想都想不到。我爹、我娘、我哥，6年前一场车祸全没了，就剩我一个。这镯子，老苏家祖传，独一份儿。刚才是这镯子把我送回了那个家，我才拿到的药。6年前，老苏家独一份的镯子，这是我亲手给我闺女戴上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叫苏念？我是苏念。可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真是我爹娘？我爹娘6年前就没了。是，我们就是你爹娘。念念，你小时候怕黑，非要你娘哼着曲儿，数到3把灯点亮才肯睡。这些事儿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真的是你们，爹娘。这6年家里就剩我一个，我天天对着照片跟你们说话，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们了。娘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我就说她是妹妹吧。爹娘哥，这镯子能带我回那个家，那边要水有水，要粮有粮，要药有药。我这就回去，给咱拿点活命的东西。使不得！你一个姑娘家说没就没，说回就回。万一回不来了可咋办？爹，我来的时候就是他带我来的，错不了。你们盯着我看就是。水、干粮、药，先紧着这些。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回。真回来了，人就这么凭空冒出来了。6年了，还是这个味儿。是这个味儿。6年了，娘以为这辈子再喝不着这口干净水了。6年没见着这些了。往后还有的是，不过有件要紧事得跟你们说清楚。那边和这边的时辰是一块走的，我回去待多久，这边就过多久，所以我每回都得快去快回，不能久留，不然这边没人遮掩，容易让外人看出门道。记住了，有情况我们给你挡着，绝不让外人瞧出端倪。熬了这么些天，总算能让你们喝口净水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往后我夜里回去薅东西，哥帮我望风。等寻着个能活命的安生地界，咱再好好置办个家。你就放心交给哥吧。有你这镯子，水粮是不缺了，可咱手里没1文钱。往后到了地方，置办家当、看病住店，处处都要钱啊。爹提醒我了，光拿不挣不行，我得寻个来钱的道。这些破烂在这儿不值钱，搁那边就不能换粮。镜子是稀罕物，一来一回本就翻回来了。念念，咱匀一口不？匀吧。娘，盛碗稠的，再给孩子一块饼干。苏家是大善人，这恩我记一辈子。妹，咱自个儿还紧巴呢。哥，人心比粮金贵，今天拉人一把，往后这些人就是咱家的底气。治病的好药，顶饿的好粮嘞！这年月有粮有药就是有命。药1两银子1副，粮50文1斤，童叟无欺。老板，行行好，便宜些，1两银子，我把裤腰带卖了也凑不齐啊。这话说的，我这药也是从死人堆里淘上来的，赔本买卖谁做？凑不齐就别耽误后头的。表面盖层毫米，底下全是发霉陈粮，还敢1两银子1副卖高价药，专来发灾难财的。哟，
这位兄弟，一路谁家不是揭不开锅？就你家粮水满囤，还有余粮舍人发财了啊？这干净粮食打哪儿来的？省下来的。省下来的，能省出这么多白米？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手里这点良药，可是全队的活命指望。你家既有路子，不如允我些，或是说道门路，大家伙一道发财，何必断我生意？这位老板，我家就这点口粮，东挪西凑省下来的，谈不上什么门路。倒是您摊上的货，成色，我看可不大对。哼，小丫头牙尖嘴利的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家这粮能省到几时。拿着，温水送服，半天就退烧。别声张，也别再找那贩子买他的高价货。姑娘大恩，可这我没钱给你。不要钱，孩子要紧。念念，你这心善，可咱家东西来路藏不住，别让那姓贾的瞧出门道。娘放心，以次充好，坐地起价，坑人坑到病孩头上，这账我先记着，早晚当着众人跟他算清。瞧瞧，新收的好米，在年里头一份，我赔本卖，50文1斤，手慢就没了啊！老板，我就要2斤，给我当家的熬点稀的。拿好喽，吃了这米，你当家的准能缓过来。这米怎么是这味儿？我的铜板，那是给当家的买命的钱啊！大婶，这米您是在那贩子贾广才摊上买的？是，他说的新米。念念，那贩子不是善茬，咱刚安生，别去触这眉头。娘，他坑的不是一个人，今天不拆穿，明天还有第2个、第3个大婶。老板，您这米真是新米啊！我们家呀也想买点儿。那可不，叔骗谁也不骗你这小娃娃，这米白生生的，你瞧。那您给我说道说道，这面上的米白净，怎么底下的米又黄又暗，还一股子霉味儿？小孩子家瞎掏什么？这是底下压实了，正常。压实了会发霉，会结块，会发苦。各位婶子大叔，新米米粒发亮，闻着有清香。这陈米免色发暗，一捏就碎，一股仓底霉味，是放坏了好几年的陈粮。拿一层好米盖着面儿，当新米高价卖给咱们桃花人。我就说怎么是霉的，你这是要我当家的命啊！我家娃吃了你这米，上吐下泻一宿，亏钱，把铜板给我们退回来。空口白牙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个儿放坏的？这米一开袋就霉味扑鼻，结块发苦，是搁了几年的陈粮，做不了假。您要是不服，把全队的人都请来，一袋一袋当众验。您敢验吗？退回不行吗？这丫头懂行，还敢出头。姑娘，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。大婶快别这么说，买米记着看3样，看色闻味，撵一撵，往后谁也坑不了您。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扫了他的财路，丢了他的脸，这梁子结下了。可坑人的勾当，我管定了。临期巧克力3块钱一大板，塑料镜子5块钱10个，保温杯清仓20。
这些在这儿是处理货，可那边金灿灿的番邦贡糖，照得见眉毛的宝镜，半天不凉的暖玉壶，一块卖50文，本钱还不到1文。这回咱家要发笔横财了。番邦贡糖嘞，海外进贡的稀罕物，入口即化，吃一块顶3天精神。什么糖这般金贵，我倒要尝尝。这甜里还带着股醇香，又滑又润，我活了半辈子没吃过这味儿。夫人好舌头，此乃番邦王室才享用的贡糖，一路辗转才得这几块，50文一块，错过可就再难寻了。我全要了，丫鬟付钱。再看这宝镜，照人纤毫毕现，连眉梢一根细毛都瞒不过他。竟这般清亮，多少钱？宝镜难得，200文一面。这暖玉壶，赏5罐的热水，到夜里还是温的，行路再不怕喝凉水。年年，这镜子这壶，咱心里都有数是啥成色。几个钱的东西卖到200-300文，这价标的是不是太黑了点儿？爹，搁咱那边它不值钱，搁这儿它就是独一份的稀罕货，东西真照得清，真保得温，没坑人，价钱你情我愿，买的人欢欢喜喜，这叫物以稀为贵，不黑心。也对，一个愿卖一个愿买，1两2两，乖乖，咱家这是真发了。逃荒路上还能攒下银钱，做梦都不敢想。娘，这钱咱不乱花，攒着，等到了安生地界，盘个铺子，开个小14，咱一家就能扎下根，过上正经日子。好，我们都听你的，这钱就是咱家的根。妹，那儿有个人，像是不行了。慢点喝，缓过来就好。恩人，我叫阿石，原是镇上大户家的书童，主家败了，我流落到这儿，3天没进食了。您救了我的命。别跪，能动了就跟我们走，路上搭把手，饿不着你。阿石这条命就是恩人的了，跑腿、挑担、看摊，啥活我都能干。这人落魄成这样，还做得跟根旗杆似的。这位公子，天寒，吃口热的吧。萍水相逢，姑娘竟肯施粥，在下裴燕，记下这份恩了。谈吐规矩，这玉佩，这人绝不是个寻常落难书生。公子不必客气，出门在外，谁没个难处？行啊，小子，有眼力劲儿。苏姑娘急公好义，他日若有用得上裴某之处，单凭一句话。公子言重了，眼下能多搭一程是一程。满仓啊，外头都在传，你家逃荒路上凭空就有干净粮、干净水，来路说不清，邪门得很。还说谁占了你家的接济，谁就跟着倒霉。前几日断水那段，可不就是你家匀过粮的那几户先遭的殃？被我拆了台，断了财，他不敢明着来，就拿咱家最说不清的来路做文章，再把断水的巧合往咱身上扣，难怪这谣传得动。咱东西的来路本就不敢明说，这下越描越黑，可咋变啊？娘，这谣不能靠嘴辩，越辩越像心虚。
他急着卡大伙脖子捞钱，早晚自己露馅儿。咱不动声色，等他把人逼急了，真相自己就出来了。荒郊野外，有粮有药就是有命。今儿粮涨到80文一斤，要2两银子一副，爱要不要？过了这村没这店儿。钱儿还50文，咋一下翻到80？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！这一片就我一家有货，嫌贵，你去找别家买啊！你前脚到处说苏家邪门，让我们别沾苏家，后脚就把粮价翻上天。敢请你嚼苏家的舌根，是想把我们全赶到你这80文的摊上来宰？胡说！我好心提醒你们防着点，倒成我的不是了，爱信不信。哼，苏家允我粮，给我娃治病，1个铜板没多要，还说给不起就算了。你呢？灾年里1斤粮翻1倍，1副药要2两银子，谁救人谁宰，咱眼睛又没瞎。呸！我呸！差点叫你这奸商当枪使，错怪了好人家。你咋算准了大伙会自己想明白？娘，谁真心谁假意，灾年里看得最清。他越涨价卡人，就越衬出咱家的好。这民心是他自个儿往咱怀里推的。那不是卖煤米坑娃娃的贾老板吗？谁还敢买他的东西？呸！绕着走。好啊，苏家2回拆我的台，把我名声搅臭，生意搅黄，这一摊货全砸我手里了，断我财路等于要我的命。光跟他斗嘴没用，只要苏家还在这队里贱卖粮食，我就别想翻身。今儿得让大伙都看看，跟苏家混，得罪我贾广才是啥下场。贾爷的意思是，晌午他家又要食粮聚人，对吧？带上家伙，给我把他的摊砸了，粮抢了，人打服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往后谁还敢去他苏家买便宜粮。嘿，明白，砸了他的招牌，看他还能横。粮10文一斤，给不起的赊账。老人孩子先打粥。砸！都给我砸！抢粮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楚广才，你抢该呢！阿嫂，住手啊！你们这是要杀人！乡亲们，都睁眼看看，这就是贾广才，卖煤米坑你们的是他，缺斤短两媚你们的是他。如今见我家失粮救人，他带人来砸锅抢粮，当街打人。今儿他抢的是我家，明儿你们谁还敢吃口饱饭，就是下一个。苏家救过我娃的命，打苏家就是打我们！弟兄们，上，按住这帮强盗！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是他们先，苏家粮来路不明，我不过是讨个说法。讨说法？讨说法用得着砸锅抢粮，把人往死里打？旧账新账，今儿一笔笔清。这是他的秤砣，磨过，缺了分量，称1斤给8两。你们家家被他媚过。这是他卖的好米，掀开表层，底下全是没得结块的陈粮，吃坏过多少娃娃。如今货卖不动了，竟纠众抢劫，当街行凶。这样的人留在队里，就是留个祸害。滚！带上你这帮强盗，滚出咱们队伍！再让我看见，打断你的腿！滚！
哥，疼不疼？不疼，粮一袋没少，吃了。流民止步！城外镇济棚领州，不许进城。好家伙，走了这么远，到了地方还是进不去。这周稀的，喝10碗也顶不饱。能有口热的就不错了。你这背还没好利索，别逞强，先安顿下来。200文一斤，太平年竟才10文，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！嫌贵，满城关的粮9成在我钱某仓里，爱买不买，明儿怕是还要涨。哼，这片粮食的价，钱老爷说了算，哪来的野贩子？滚！姑娘别多事，别多事。这千万关上头有县太爷罩着，官商一个鼻孔出气，这粮价没人敢管，也管不了。屯粮居奇，官商勾结，把灾民死死卡在城门外榨干，比贾广才大得多，也黑得多。念念，路上的贩子再坏，到底是个白身。这回是大粮商，背后还连着官府，咱刚到，根基浅，别惹祸上身。娘，您看那城门外，多少老人孩子在等一口饭，他钱万贯卡着满城关的脖子，我手里偏有平价粮的本事，不能揣着手装看不见。你哥为护一袋粮都肯挨打，咱家不是怕事的人，要管，可这回对手大，不能硬来。爹说的对，得先摸清他的底，再动手。门面上吊着这点高价粮，大头死死锁在后仓不放，他这是铁了心囤着，等价钱涨到底。可这一片就他一家独大，散贩还被打手撵，灾民只能挨宰。要破这局，得有比他更便宜还撵不走的粮。苏姑娘也在看钱万贯的粮铺，随便看看，这粮价贵得离谱，想瞧瞧有没有别的活路。姑娘是明白人，我多句嘴，这钱万贯的粮仓怕不止门面这一处，县衙里头也有人替她遮着。姑娘若真要跟她掰手腕，光靠摆个摊儿贱卖几斗粮，怕是不够，反倒容易惹祸上身。公子知道的道细，听公子口气，倒像是早摸过他的底。萍水相逢，受过姑娘一碗粥的恩，提个醒罢了。姑娘心善，我盼着你别栽跟头。他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得多，却半个字不提自己来历，这人来头深不可测。眼下他点的话句句在理，先记下，是敌是友，往后自有分晓。妹，我寻思一晚上了，钱万贯背后有官，有钱，有打手，咱跟人家斗，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？哥，跟他比拳头，比背景，咱是鸡蛋碰石头，可这事儿不比这些，比的是粮价。他200文一斤，纯粹是趁火打劫。我手里的粮进价你们也知道，10文卖出去都还有赚，他那天价，我一开摊就能给打穿。那他要是跟你死磕价钱，一直往下压呢，咱填得起吗？填得起，钱再多也是死的。我那边的货是活水，卖一批，回去再进一批，越滚越多，他耗不干我。这点底气我有，底气娘信你有，娘怕的是另一头，他急了不跟你讲道理，使阴招，给咱扣个莫须有的罪名。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娘说到点子上了，所以我不蛮干，分3步走。第一步，先把平价粮摊支起来，价钱打下去，把城外这一片人的心攥到咱手里，人心在咱这边，他想动咱就得掂量掂量。第二步，
他财路一断，准要狗急跳墙。到时候他露什么马脚，咱就接什么招，顺势把他屯粮的牢底掀了。那要是他把背后那位县太爷搬出来呢？咱一家平头百姓，人家一句话就能治咱的罪。这就是第3步，也是最难的一步。真到那份上，咱得有一张能压过县令的牌。咱上哪儿找这么大一张牌？路上咱接济过一个落难公子，叫裴燕。我瞧他谈吐规矩，还有随身那块玉佩，绝不是寻常人家。今儿在梁氏又遇上他，他对城关的门道熟得很，还点了我好几句。这人来头不简单，真到走投无路那步，兴许用得上。可你跟人家也就一面之缘，靠得住吗？我还没摸透，不能把全家的身家性命压在一个外人身上。能靠的，说到底还是咱手里这源源不断的粮和这满城官人的心。前2步咱一步步走稳，逼他先露破绽。行，你指哪儿，哥打哪儿。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外边的事全家陪你扛。成色足，是老银子，分量也够。按今天的金银回收价，银子给你这个数。这几串古钱品相不错，我帮你问了隔壁做收藏的，也能收，一并算。行，都出了。这种东北大米要5吨，这种面粉3吨，要今天能装车的。姑娘，你这是开粮店啊？放心，量大给你算批发底价，这就给你调货装车。新米10文1斤，10文，管够。10文，钱老爷家可是200文1斤。米还这么白净，姑娘，不是哄人的吧？同走无期，当场过秤，1斤是1斤。老人孩子先来。东家，不好了！那家10文的米一开张，咱的粮1斤都卖不动，买主全跑对面了。10文，好米卖10文，连本都未必够。一个外来流民哪来这么大的底气往里砸？若硬砸他的摊儿，犯了众怒，坏了我的名声，那帮泥腿子闹起来，反倒不值当。这种事急不得，先去会会他。姑娘好手段，老夫钱万贯，这城关粮食多少也算老夫一句话的地界。姑娘新来乍到，肯让利给乡亲是善心，只是这粮价是城关多少年的老规矩，姑娘一来就搅乱了，断的可不止老夫一家的生意。钱老板，城外多少老老小小快饿死了，200文1斤的米，他们买得起吗？我这粮能让大伙活命，这规矩破得。姑娘年轻气盛，呵呵，老夫劝一句，和气生财。你我何必伤了和气？不如这样，你这些粮，老夫比市价再高1成，统统盘下来。你既赚了钱，又不必日晒雨淋守着摊子，岂不两全？多谢钱老板美意，不过我这粮是卖给乡亲糊口的，不外盘。是吗？那姑娘可要想清楚，这城关的水深着呢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外乡人，凡事留一线，往后好相见。好一句留一线好相见，这是先礼后兵，礼数尽了，下一步就该来阴的了。来吧，我这摊子就摆在这儿等你。你这米我全要了，这袋还有那几袋，统统包圆，钱不是问题。来了，原来昨儿那句来阴的是这一招啊！钱万贯派人来扫货，要把我的粮一口一口吃空，造出平价粮断货的样子，逼乡亲们回头去买他200文的高价米。想买好啊，客官要的多，
那是看得起小店，多少都有，管够。阿石，给客官称。妹，咱的粮全让他们买走了，乡亲们买啥去？这不正中他下怀？哥，别急，他买的越多，咱赚的越狠。今晚你就知道了。他白天扫多少，我夜里就补多少，还能更多。他以为我货源有限，扫空了我就得关张，殊不知我的粮是断不了的活水。可他财大气粗，真要日日来扫，那就更妙了。爹，你想，他高价把我的平价粮一车车买走，银子花得海了去，买回去的粮往他仓里一堆，市面上的价却让我死死压在10文。等灾情一缓，官府开仓放粮，价钱唰的跌下来，他高价吃进的那一仓粮全砸自己手里，连本带利都得赔进去。他这是拿真金白银给咱填本钱，还帮咱把价钱定死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买卖？合着他越使劲儿，亏得越惨，这冤大头当的绝了！念念这脑子，他自以为聪明，反倒一步步往坑里跳。话虽如此，也别大意。他要发现银子打了水漂，还吸不干我，准会狗急跳墙。咱盯紧些，他下一步要翻脸，怕就在这2天。东家，这几日盘他的粮，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，可他那摊子就像填不满，天天有新粮，价压得死死的。咱仓里粮越堆越高，市面价却1文没涨，再这么下去，咱要赔穿了。怎么可能？哪个粮商能有这么多粮，源源不断的往外吐？这小贱人的粮，到底打哪儿来的？东家，外头有个落魄粮贩，自称姓贾，揣着苏家天大的秘密，求见东家。钱老爷大名，小的在道上如雷贯耳。小的贾广才，原在辽民队里贩粮，正是那姓苏的丫头，几次3番拆我的台，断我的财路，把我挤兑出了队伍。这口气小的咽不下。老爷您这桩烦心事儿，小的正好能解。你认得那卖10文米的丫头，她那粮究竟从哪儿来的？老爷，这就是关窍了。他那粮根本说不清来路，小的在队里盯了他一路，他那白净好米，干净净水，全是夜里没人时凭空就冒出来的，神鬼莫测。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，这丫头的货来路绝对不正，要么是黑了哪家的赃，要么就是邪门妖法。来路不明，好一个来路不明！我跟他斗价钱是斗不垮他，可一个逃荒流民能有这么多白净好米，这粮根本说不清来路，这就是他的死穴。买不垮你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。传话出去，就说有人贩卖来路不明的黑粮，扰乱粮市，居心叵测。在备份厚礼，老夫要亲自去拜会县太爷。到了公堂上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说清你这一车一车的粮是从哪儿空变出来的。老爷高明，老爷只管出面，那丫头底细队里的人头，小的门儿清。跑腿地话、盯梢放风的脏活累活，全包在小的身上。只求事成之后，老爷赏小的一口饭吃，再帮小的出了这口恶气。识相，事成亏待不了你。听说了吗？有人告到县太爷那儿，说这粮来路不明。不会吧？这米咱吃了这些天，好好的。妹，他这招阴啊！咱这粮的来路是真没法跟人明说。他要把这事儿捅到公堂上，又拉着县太爷，咱拿什么辩？钱万贯，你算准了我说不清粮的来路，想拿官府压死我。可你忘了一件事，这城关的水深，水里头未必只有你一条大鱼。乡亲们，这粮干不干净？你们吃了这些天，身子骨最清楚。谁要说他来路不明，好，那就当着县太爷的面把话说个明白。我苏念等着这场公道。奉县太爷令，查有奸商苏氏贩卖来路不明黑粮，扰乱粮市，祸乱人心，
即刻封摊，限3日自证2米来路，逾期不能自证，以犯私通敌论处，拿办下狱。姑娘，老夫给过你台阶，是你自己不识抬举。这来路你说得清吗？乡亲们，官爷要查我的粮来路，该查，我苏念清清白白，查就查。可我也有一句话要问县太爷，要查就1碗水端平。我这10文1斤的米是叫大伙活命的，他钱万贯满仓满囤死压着不放，卖200文1斤，活活逼死多少老小。查我的来路，怎么不查查他的仓？那一仓粮又是从哪儿盘剥来的？对，查钱万贯的仓，他囤粮害命。苏家救咱们的命，凭啥拿苏家？查钱万贯！愣着干什么？拿人！苏氏，封摊儿，限期，县太爷的令不可违，3日为限，你好自为之。民心挡得住一时，挡不住县令的官威。3日，我得抢在他动手前，把钱万贯的老底掀个底朝天。姑娘今日好胆色，可封了摊限了3日，到时候要你自证粮的来路这一条，你答不上来吧？公子总爱说些我答不上的话。因为正面争你赢不了，县令和钱万管是一伙的，你越自证，他们越拿说不清做文章，直到把你拖进大牢。那一公子该怎么办？别跟他争来路，去抓他的把柄。钱万贯的命根不在铺子，在城关西头那座大仓，他囤了多少粮，把价抬到多高，又分了多少银子给县衙，都记在一本私账上。那账就藏在西仓里，拿到他，钱万贯倒，他背后的县令也跟着倒。连他把账锁在西仓，公子都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？等这事儿了了，自会告诉你。眼下你只要知道账在仓里，但具体藏在哪儿，我不知道，得靠你自己的人进去找。西仓3日内有一次换房的空档，守备最松，机会只有这一回。到时候我递信给你，告诉你是哪一碗。公子3番2次帮我，图什么？图你那碗粥的情，也图着城关的粮价早点回到该有的样子。信我这一回，苏姑娘。他不肯说自己是谁，可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，半句不虚。这个人，先信他这一回。正面自证来路是死路，咱这粮的来路永远见不得光。唯一的活路是抢在3日内进西仓拿到钱万贯的账册，他囤粮抬价买通县衙，全记在那本账上，用他买通官府的通天大罪，压过我说不清的嫌疑。恩人，我原在大户家管过账，那些进出流水孝敬名目，我一眼就能看明白。取账册，带上我。我望风，谁敢拦，我跟他拼。那是他的老巢，守得跟铁桶似的，万一有个闪失。娘，正因凶险，才更要去。封条已经贴上，刀架在咱脖子上了。与其等他3日后来拿人，不如咱先下手。裴燕说西仓3日内有一次换房的空档，守备最松，他会递信来告诉咱是哪一晚。眼下咱按兵不动，养足精神，只等那个信。娘信你，可你得给娘保证，平平安安回来。我答应娘。起火了！快醒醒！娘，爹娘，快出来！有人放火，哥阿石追那边！苏家是大善人，救火，都来搭把手！恩人，你看这个，钱字摇牌是钱府的人。
连摊子带粮全烧了。他这是要把咱往绝路上逼呀！买不垮我，就来烧我，逼我走。钱万贯，你这一把火是嫌死的不够快，烧掉的粮我一夜就能补上，可你留下的这块牌子，够把你钉死在公堂上了。乡亲们，评评理！我好心提醒官府，这苏氏的粮来路不明，他非但不思自证，昨夜还自家走了水。我看呐，是他做贼心虚，毁赃灭迹，一把火把那些见不得光的黑粮烧了，好叫官府查无对证。自证期未满就毁赃，分明心里有鬼。苏氏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班头这话好没道理。要说毁赃灭迹，我若心虚，连夜自己卷铺盖走了便是，何苦烧自家摊子，还守在这儿等官爷来拿？昨夜放火的人是从这儿往城关方向逃的，跑掉的还落下了东西。我倒要问问钱老板，你府上的人三更半夜跑到我一个流民的窝棚边纵火，是为的什么？对啊，好端端的火怎么单单烧苏家一户？是不是你钱万贯派人放的火，反倒来诬赖苏家？空口无凭，我也不在这儿跟钱老板争个脸红脖子粗。我要见县太爷，当着满城官父老的面公开过堂，这把火到底谁放的？我的粮，他钱万贯的仓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审个清清楚楚，谁清谁浊，叫万人来看。对，公开审，把放火的事儿，把钱万贯的仓都查了。好，县太爷明察秋毫，3日后城关外设堂公开审理，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公开过堂是我唯一的擂台，这块腰牌能证他指使纵火，可还不够。他买通县衙的账还没翻，单凭这个，到了他靠山的公堂上，照样能被按下去。过堂前，我得拿到能压死他的铁证。裴燕的信，机会来了。恩人，这是什么宝贝？赵路的，别声张，账册必在这仓里，咱分头找账房。这么多粮全捂没了，城外多少人活活饿死，他宁可烂在仓里，也不肯放一粒出来。他囤的不是粮，是人命。等价钱涨到顶才肯出手，粮先烂了大半。这就是钱万贯口口声声满城关9成的粮。恩人，大户存粮的仓必有监管出入的账房，多半在仓尾干燥避潮的地方。跟我来。大户藏要紧的账从不摆在明面上，多半砌在砖墙暗格里。我原先那主家就这么藏。找着了。恩人，全在这儿了。哪月囤了多少粮，价钱怎么一步步往上抬，记得清清楚楚。还有这几笔，孝敬县衙，每月1封银子送进县太爷府上，连经手的人名都记着。这本账能把钱万贯和那县令一块钉死。囤粮居奇，没粮害命，买通官府，3条命门，铁证齐了。钱万贯，你处心积虑要我自证来路，却没料到把你自己的命账递到了我手里。换房子回来了，快走！谁？那边什么动静？拿到了，没粮我取了样，账册在手，钱万贯囤粮害命，买通县衙，桩桩都在上头。方才那颗石子，要不是有人替咱引开仓钉，咱未必脱得了身。又是他，从递信到那颗石子，裴燕要我迎这一句的信，
比我自己还急。他到底图什么？3日后公开过堂，钱万贯以为那是他治我的公堂，殊不知那是我送他和县令上路的地方。可县令也在那本账上，他与钱万贯沆瀣一气，过堂时坐在堂上的正是他的靠山。这账递上去，会不会反被他当场按下削了证据，倒咬咱一口？爹说的对，县令既是钱万贯的伞，这堂他自己审自己判，这账到他手里就成了废纸，咱反倒成了伪造文书诬告官员。那这铁证岂不是白拿了？不白拿，要扳倒一个县令，得有比县令更大的人。一路上，那位裴公子3番5次替咱递刀引路，他懂钱万贯命门，懂西仓的换房，却始终不肯说自己是谁，只说等事了了，自会告诉我。钱万贯、县太爷，还有那位深不可测的裴公子，3日之后，这满城关的天该翻一翻了。堂下苏氏听着，有人首告，你贩卖来路不明之黑粮，扰乱粮食，昨夜又焚烧摊棚，毁赃灭己。今日公审，你且把这粮的来路给本县说个明白，说不清，便以贩私通敌论处，拿办下狱。民女苏念，今日当着满城官父老的面，句句属实。大人要审，民女求之不得。只是这堂上要审的，怕不止我一个。放肆！本县问你来路，你倒反客为主。大人别急，来路我自会说。可在那之前，有几样东西，请大人先过过目。其一，这是昨夜在我窝棚边放火的人逃跑时落下的腰牌，钱字，钱府的人。我一个无亲无故的流民，谁会3更半夜来烧我？大人，您倒说说，钱老板的家丁深夜跑来纵火，图的是什么？哼哼，一块破牌子，路边都捡得着，谁知是不是你自个儿栽赃老夫？钱老板所言极是，孤证一块腰牌，不足为凭。苏氏休得贪污良善。其二，请各位父老看清楚，这是从钱万贯西仓里取出的米，霉烂生虫，结块发臭。他口口声声满城关9成的粮在他仓里，可这粮全捂没了。他宁可让粮烂在仓里，也死压着不肯平价放出来，活活逼死城外多少老小。我家娃就是没粮饿没的，他仓里粮全烂了也不放。胡言！你私闯民仓，盗取仓粮在先，这是窃贼之罪。来人！慢！大人急着定我的罪，是怕我拿出第3样吧？其三，钱万贯的私账，囤了多少粮，价钱怎么一步步抬上去？哪一笔银子又孝敬进了哪位大人的府上？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3月囤新粮2000担，封仓待价。5月米价抬至100文，得银若干。每月初1孝敬县衙纹银500两。经手。住口！一派胡言！这等账册分明是你这刁民伪造，污蔑朝廷命官。来人！苏氏私闯民仓，盗窃、纵火毁赃，伪造文书，诬告本县，数罪并罚，给我拿下，打入死牢！小丫头到底还是嫩了点儿。这公堂是他周大人坐着，你那本账递到他手里就是张废纸，你拿什么斗？周县令好大的官威，当着满城父老，一本账还没念完，就急着把人打入死牢，是怕这账
念到你头上吧。哪儿来的狂徒，也敢咆哮公堂？拿下！奉旨巡案，彻查城关赈灾粮案，钦差裴彦在此。钦差大人，下官不知。原来如此。本钦差奉旨南下，查的就是城关赈灾粮款不明，流民困死城外一案。微服月余，所见所闻，苏轼这本私账，本钦差也已暗查印证，桩桩属实，绝非伪造。钱万贯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至200文一斤，逼死灾民，以煤粮充数，做事满仓粮米霉烂也不肯赈济，勾结官府，纵栽赃良善。周崇身为一县父母，受贿包庇，官商勾结，贪墨赈灾银两，草菅人命。来人，革去周崇官职，与钱万贯一并收押，后旨严办。查封钱氏所有粮仓家产，凡尚可食之粮，即刻开仓，平价赈济城外流民，一粒都不许再烂在仓里。钦差去开仓放粮了！赢了，妹，咱赢了！苏姑娘，我答应过你，等事了了，自会告诉你我是谁。如今总算没失信。公子早知钱万贯的底，自己便能办了他，何苦绕这么大一圈，一路推着我去斗？贪官污吏我能查能办，可这满城关的民心，是你一碗粥1文钱的平价粮，一点一点暖回来的。没有这万人作证，群情激愤，我纵有钦差金牌，也压不出今日这朗朗乾坤。扳倒钱万贯的，从来不只是我这块牌子，是你和这满城关人的心。逃荒路上，你递我一碗热粥时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没想过，我只当出门在外，谁没个难处。好一个谁没个难处！这碗粥的情，裴某记下了，往后连本带利，慢慢还。苏姑娘的来路，我至今没问过。我只知道，这世上能凭空变出这许多好粮，还偏要拿来救人的，必是个心善的奇人。你的秘密，我不问。可你若有难处，随时可来寻我。他什么都看出来了，却什么都不问，只把退路递到我手上。这世道，原来真有能信的人。念念，坏人办了，粮也放了，你咋还愁着？娘，开仓的粮吃一时，吃不了一世，官府的赈济总有断的一天。我这镯子也总不能一辈子养着满城关的人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这么大片荒地撂着，与其等着别人施粮，不如教大伙儿自己把地种起来，把粮收进自家仓。这饭碗攥在自己手里，才是谁也夺不走的活路。乡亲们，这是我寻来的番邦良种，这叫土豆，这叫番薯，耐旱耐急，一亩顶寻常粮食好几亩的收成。只要肯开荒，肯下种，秋后家家都能囤满仓。活了一辈子，头回靠自个儿的手把仓装满了。苏姑娘，你这是给咱全城关留了条活路啊！人心比粮金贵，这话我一直记着。可比施一碗粥更金贵的，是让他们再不必等谁来施粥。我不日要回京复命了。城管有了义仓，有了良田，
往后便是再遇灾年也塌不了天。这一桩是你的功劳，是大伙自己的功劳。京城离这儿不算太远，我会再来的。来日方长。来喽！念念，咱总算又像个家了。还会越来越好的。你这镯子真好看，老物件吧？我妈给的，祖传的。哎，食堂往那边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吃饭，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等我呢。他家不是挺远的吗？可算来了，再不来菜都凉了。嚷什么？你妹忙。念念，快坐，尝尝你爹今儿这道红烧肉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比啥都强。爹说的对，开饭。